有一个句子我是非常认同的，他说 We are not asking for an easy solution, we are asking for the right solution。所以我觉得社会议题、犯罪课题，其实它所概括的层面，它影射的东西，社会的问题是很多的。我们真的不能是以一个死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解决了的。死刑不应该是首选，它应该是最后的一个选择。欢迎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财经 Vodcast， 我是能杰，我是郑峰。其实呢，很多人都问我说，到底 BFM 财经是一个怎么样的平台啊？其实 BFM 财经呢是马来西亚一个非常专业的财经平台。那我们的内容呢是有 Podcast， 也有 Vodcast， 也就是影片的部分。那欢迎大家可以到各大平台呢去搜索我们的内容。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来聊的这个主题呢，是一个大家可能觉得蛮争议的主题，叫做废死。那其实废除死刑这个议题，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制作人郑峰他蛮关心的。以前你还在媒体有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对吗？是，我在台湾的关键评论，或者是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都有发表过相关的论述跟意见。是。其实你曾经写过废死的议题，你会不会觉得说自己走得太快呀？有没有人在背后一直就是去挑战你说，如果废除死刑的话呢，那么犯罪率就会提升啊？那如果废除死刑的话呢，那些做坏事的人就可以逃过死刑？那么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不是很不公平呢？是，我的确之前是有被骂惨。其实不止我啦，就是支持废除死刑的朋友，他们只要发表相关的言论呢，就会被网友骂惨。那当然我也了解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废除死刑的议题。那你还走得这么前面啊？就是被骂惨了，还继续坚持，然后想要做这个议题。我自己个人也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啦。然后我也准备说，今天可能我们也会在下面被很多留言被骂但是即便被骂，我还是觉得我们媒体啦，还有包括政府都应该多多的出来宣导关于废死的这个议题那究竟为什么要废除死刑呢？那它为什么是一个比较所谓的进步的一个价值观呢？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找到了反死刑亚洲网络执行委员姚兆颖律师来跟我们来说明说，这个废除死刑的重要性，以及废除死刑现在究竟是走到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阶段，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是要努力的呢？对，姚律师除了在废除死刑的议题呢努力了很久，他也是一个人权律师。他之前是赵明福基金会的秘书，他曾经用这个身份呢到警察局去提交备忘录，是希望说提醒执法单位要认真的彻查赵明福的案件。是，这个是2019年的事情。是，所以看到姚兆颖律师呢，他也可以算是一位这个社运人士，他关心非常多的社会议题，那就包括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废死的议题那我内心其实是蛮佩服姚兆颖律师的。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到底姚律师他是怎么说的吧。那么今天在这一集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反死刑亚洲网络执行委员姚兆颖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谈一谈说有关于这个强制废除死刑对于司法的整个影响，以及废除死刑目前对于我们的这个社会来说，其实这个接受度有没有进步一点点呢？还是说大家还是很反弹？以及未来它将会如何继续的发展下去？那这些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想要知道的一些课题我们先来请姚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是，好，其实姚律师，我真的非常好奇就是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加入这个争取废死的行列当中的？我大概是10多年前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律师。那我有参加一些社会运动参加了人文图书馆参加了这个龙雪华堂民权委员会。那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法庭等待我的案件被叫的时候有一位记者朋友他打电话跟我说马来西亚有一名年轻人在新加坡因为贩毒被判死刑，已经走到最后的这个司法程序，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那但是他的那个申请特赦的那个程序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他的律师想要来马来西亚
就是争取这个马来西亚人民的支持，就是要求新加坡总统的特赦。那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案子是可以接下来的。那我们就用民权委员会的名义开始了这个救援杨伟光案件。当然那时候我对死刑不是讲说每一个律师或者每一个人对死刑的课题都非常的掌握，那时候我对死刑的课题也不是那么掌握，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救，那就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去了解，去更深入的了解，去跟更多人的去对谈，才发现这个死刑制度的背后有那么多的问题。杨伟光这个案子很庆幸的，他其实已经逃过了死结。那当时候的这个马来西亚的人民，甚至全世界的人民的一些就是支持他的人都有签署这个 petition。然后我们其实收集到了整100多千的这个收集。当时候10多年前是不是用一个 click 你就可以签名？他真的是要到街上去叫人家签名啊，然后有很多 fax 这样子 fax 进来说，我们把我们的签名呈交给你，帮我们一起呈交给新加坡总统。那很辛苦真的，那是很辛苦，对，真的是一个人去。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媒体的这个报道也有很大的帮助了，就是从一个比较人性的角度去带入死刑的这个课题。所以我其实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走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坚持这个废除死刑的这个立场。了解，其实我相信我们是同一个同温层里面的人包括就是很多媒体工作者，其实对这个议题的掌握也比较多，然后大家也都比较支持废除死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普世价值。但是其实跨出我们的同温层以外的话呢，会不会也有一些人对你有一些质疑？他说可能会有人说，你身为一名律师，你是应该捍卫正义要这个惩奸除恶那为什么你就是还要来争取废除死刑？可能会让一些可能他本来应该要受到惩罚的人，他反而逃过一劫。有人这样质疑你吗？我那时候做这个杨伟光案子的时候，确实是受到了一些电话，我自己那时候也非常震惊，直接打电话给你直接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是主要的发言人，所以我的电话其实是就是流传出去了，所以有人就直接打电话给我。当时我自己也被吓了，被震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司法正义是有一个程序正义的，是一个刑事司法人权。我觉得很多律师要维护的是这个东西。那是什么呢？你觉得可能听众们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字但是你设想，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的上司同事指控你偷钱或者偷东西，你要为自己讨一个清白，你要有一个程序为自己辩护。那这个程序就是我们要维护的一个程序它包括一个公正的审讯。football 也好打足球，你那个 referee 你必须是一个公正不受干扰的一个审讯。第一，第二呢，那整个审讯过程必须要是严谨的。你要有无罪推定的这个定义。我还没有被定罪之前，我是被无罪的。要有禁止非人道待遇我被打，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要捍卫的东西。我们要捍卫的这个司法人权，这个程序正义。所以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律师要去打这些刑事案件？其实我们要 defend 的 is thi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对，因为其实我相信说，律师您是就是每一天都是在这个案件，还有在这个司法程序里面这样子打滚，所以你应该也就是看了很多，然后你也就是更是，因为我相信不只是马来西亚，许多国家都是慢慢我们是从人治一直走向法治，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其实这个过程肯定它在这个执法或者是在这整个审讯的过程当中，它是会有瑕疵，所以更需要律师来去捍卫这整个的程序正义。对，我有一场演讲跟另外一个律师朋友他也是同台演讲，那就有群众问到他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去打这种官司？他说他从小其实是在一个中层阶级长大，他被灌输的那个观念和那个价值就是以牙还牙，然后你走过司法程序你就是有罪的。但是当他正式进入这个司法的这个领域的时候，他才看到有多么的不公，然后有很多的被边缘化的人，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发生的。所以它不只是死刑
这个重大罪案，它甚至是一些普通的案子，在我们的这个司法程序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存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他会坚持讲说从一个对死刑没有感觉的人，到最后他会觉得我要坚持废除死刑不是因为他价值观的问题，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司法程序的问题。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反对的声浪当中，其中有一个论述就是说其实死刑是能够遏阻犯罪率的增加，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研究还有文献都显示说，其实即便你有死刑的国家，包括我们马来西亚在过去这么久的时间以来有死刑，但是它似乎也没有让比如说贩毒率或者是犯罪率下降。所以其实姚律师，我想真的请问你说，死刑真的没有办法遏阻犯罪吗？死刑真的是没有办法遏阻犯罪我觉得这些报告其实已经是很有权威性的报告，已经出来了但是当然也有些人说你处死了之后，你会阻止其他人继续做这样子的事情。其实第一，他没有这个根据点。那一些报告都已经出来说他没有根据点。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容易解决的方式。打一个例子在印度它有很多就是强奸儿童的案子，造成社会非常的生气，每一个人都生气，你听了生气，我听了也是非常的生气所以他们要求的就是死刑。在印度有一些反对死刑的一些就是团体，他们也是有做了一些研究报告。他说，在100个强奸儿童的案子里面，只有3个人会去举报。为什么呢？第一，整个举报的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对这个小朋友有第2次的伤害。第二，很多时候这个犯罪的人是他们认识的人，是小朋友认识的人，可能是他父亲，可能是他的哥哥。身边的人，所以如果你去举报，然后那个他最后的结果是把他推向死的话，处死的话，那对这个小朋友的压力会更大。他等于说他认为说他自己害死了这个人。对，所以你有死刑，你不会减少这个儿童被性侵犯的问题，你只会让这个问题埋在更底下。当然不是讲说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说不要推向一个极端，不要推向一个极端。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小孩创伤之后要怎么恢复。是，然后所有的甚至是警察、法官、媒体人要怎么样去比较sensitize。去对这个小朋友，对，所以要去理解，对，所以最后他有一个句子，我是非常认同的。他说，We are not asking for an easy solution, we are asking for the right solution。所以我觉得社会议题、犯罪课题，其实它所概括的层面，它影射的东西。社会的问题是很多的，我们真的不能是以一个死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解决了的，它不是的。对，犯罪问题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要从社会问题的这个根本去解决它。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会贩毒的话，为什么他会贩毒？是因为经济的需求吗？为什么他会走到今天有这个经济的需求？是不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财富的分配不均的这个问题所造成？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回头去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而不是用死刑的方式去解决？对，而且我们对吸毒者一个很的观念就是，你看到在路边，可是有这个报告说，甚至是一些中上层的律师啊，一些他们都有医师啊、医生啊、律师，他们都有用毒品的。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的一个差距？那为什么他们会用？而且据我了解，是不是很多其实被判死刑的都是中低收入户，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跟金钱去找律师来为他们辩护，或者是说他们比较没有资源去怎样子去规避法律的这个制裁。对，所以都是比较中低收入的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对。所以这个已经是明显的一个在社会当中的一个不公义的一个情况，这样子。但
其实死刑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司法的不健全，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被误判。对，那他如果被误判的话，那他被判死刑，那等于就是他是被冤枉的。这样子被冤枉的案例，在我们马来西亚其实还算多吗？我们现在当然这是很公开的话，我其实还没有看到有9个。主要的原因是，当一个案子上诉完成了之后，很多时候律师就close file， 然后家人也没有再请，所以他们不会一直去翻案啊。但是我给一个很实在的例子，这个也是我就是有部分参与的一个案例了。有一个韩国学生来马来西亚念书，他租了一个房子，跟他的室友一起租了一间房子。那有一天他就懵懵懂懂睡觉之后，给人敲门，就是警察来收房子，他就开门，有10名警察就是扫毒组的警察进来，走了一轮之后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他们离开。15分钟之后，这一堆警察再加上他的室友一起又进来，就在那个厨房里面收到毒品，然后就把他提控他贩毒39B 死刑。那在这个司法程序走的时候，律师团就去了这个公寓，要求看那个电梯的 CCTV。这个电梯的 CCTV 他就看到，第一次是的有10个人上去，第二次有11个人上去，然后又有多了一个人拿着一个纸袋。律师就当众录影了那一个 CCTV。第二天他回去要跟那个管理层拿这个 CCTV 的时候，管理层说没了， CCTV 24小时之后没了。不过还好，律师已经把它录了下来，所以他在法庭陈这个的时候，他这个第一个证人就是整个 raiding officer 的头，就问他说，当时有几个人在电梯里面？他说10个人。律师问，真的是10个人吗？是10个人。你看，对上天保证发誓说是不是10个人？是10个人吗？他说是。然后那个律师就说好，我要休庭，进去法官的这个 chamber， 然后给他看这个。结果那个检控官还是不要drop the charge。到第二天律师团说我们要提供一个 contempt of court， 因为你在法庭上公然的这个讲骗话。那时候他们才把整个 case drop 掉。所以如果没有这个 CCTV 的话，律师没有把它录起来的话，那我觉得现在这个韩国学生就可能真的是在我们死刑犯里面的其中一个了。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其实会发生的。它也发生过很多次。我们也发现这一个团队，这个扫毒组的这个头，他其实之前也少了就是有20多个死刑贩毒的，也是在他的这个调查底下被定罪的。所以你觉得里面还有多少冤案呢？还有多少的冤案呢？对，哇，这样子其实姚律师你说，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寒而栗，有多少人是冤死的？但是姚律师，你会不会觉得说，在争取了这么久，现在有这个废除强制死刑，至少他是就往前跨了一步？你自己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哇，我们其实推废死，我们当然是希望推它完全废除，但是我们也了解到社会的这个接受度还是没有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推掉这个唯一死刑的话，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有67%以上的这个死刑犯，他们的这个的罪行是39B， 然后39B 是现在就是贩毒嘛，贩毒唯一死刑。唯一死刑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对这个死刑和强制死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你会觉得废除了强制死刑是不是就是废除了死刑？那其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强制死刑就是讲说，如果法官对你定罪了，他没有其他的这个刑罚，他唯一的刑罚就是死刑。那一般上的这些罪行，你会有3年到5年啊，然后10千到50千，它有一个 range， 但是强制死刑是没有的。那你定罪了之后，你唯一能够给的刑罚就是死刑。那现在我们
就是废除了这个强制死刑的意思，就是说法官能够去裁量这个人是不是必须继续保留他的死刑，还是被转为终身监禁。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我不知道大家你是不是我的那个年代有看过一套戏叫做《法内情》。我绝对是你那个年代。对对对，《法内情》就是由刘德华和叶德娴主演的那一套戏，就很真实的。就是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裁量权。那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刘德华是律师，是叶德娴是他的妈妈，但是他不知道他是他的妈妈。然后叶德娴是在这个地下城妓女，是，然后他杀了人，他杀了一个人是为了要保护他的儿子。你杀人是动机有了，你的这个动作也有了，在法律上你就已经是定了罪，但是你要判下他死刑是否是适合或者是适当的这个刑罚的时候，你就要考量他为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会不会有就是有被rehabilitate 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些其实是应该要考量的。那在这个司法程序里面，在印度也好，在英国也好，死刑它不应该是首选，它应该是最后的一个选择。这个是我觉得这一次我们马来西亚废除了强制性死刑之后，让法官有这个裁量权的时候，我们要推动的一个论述。死刑不应该是首选，它应该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好，那其实姚律师你说到说这个可被教化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邻近的国家，我们看到像在台湾他们也是一直在推废死嘛，那就有很多民众他们就可能会冷言冷语，包括台湾的民众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看啊，就是又说这个是可被教化的啦，他是可以被这个可以被改造的啦，所以又不判他死刑，这样子他不是就是逃过一死嘛？这样子，那很多人也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就会用纳税人的钱一直养着这些罪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其实姚律师你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呢？就是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可被教化，这是很难一般人能够去理解或者去谈的。这个真的是非常个人，他也是关乎到一个人的背景啊，然后他在监狱里面的那个行为所受到的一些教育啊那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谈。但是你讲说浪费纳税人的钱，我是觉得其实不应该用金钱去衡量一个生命啦。在美国他们是有很多的研究讲说，有死刑，因为你有死刑，你要用很多的钱去请律师，然后要有一个很好的 investigation， 这些东西其实加起来的钱会更多。但是如果你没有死刑的话，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你不会浪费这么多的资源，对法庭的资源、律师的资源、人民的资源，所以你就把它放在里面关20-30年。教化，然后再重新出来这样子。我有一点点比较不专业的见解啊，就是可能说某一些人他本来他所接受到的社会资源就不多，他可能就是中下阶层，社会本来就对他不公平，所以他今天走上了一个可能需要去贩毒或者是需要去犯罪的这样子的一条路。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些的社会资源就算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去补偿他，或者是去教化他，去看看他能不能够改变，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是很宝贵的，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的嘛。是还是值得的，其实就是根本的问题去解决啦。是，但是还是有一些可能受害者的家属，他心里是他没有办法过去这一关很多他可能他的亲人孩子，然后就眼睁睁的看他被谋杀，然后这个加害人他还不被判死刑的时候，所以对很多家属他是没有办法过去的。对，这个我肯定是理解的。这每一个受害家属他们要怎么样走过这个东西，然后需要一个怎么样的资源，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就算是如果加害者他真的是被判死刑了，那你心中的那个重担是不是真的能够放下，也是一个问题。对，就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社会大众一直要求死刑，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站在被害人家属的立场，
觉得他们都要死刑，可是是不是真的每一个被害人的家属他们都要求死刑？死刑是不是就能够缓解了他们的伤痛呢？这也未必。其实我就有看过一个画面，在伊拉克，就是那个死刑犯要被吊的时候，加害人的母亲就很伤心，一直在那边你不要吊死我的孩子。被害人的妈妈她也跑过来讲说，两个妈妈就抱在一起。然后就讲好了，我觉得我也不想另外一个母亲失去另外一个孩子，所以不是讲说每一个被害人家属他们都我觉得社会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如果是可以的话，这个社会整个制度应该要有让他们发声的这个机会。了解。好，那么姚律师其实现在已经是走到了这个废除强制死刑了嘛，剩下最后一里路是否要继续的去推动呢？是，我们都会继续去推动这个全面废除死刑啊。是，当然那个方式怎么推动，那是我们要去想的。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那个罪行都有死刑嘛，所以可能就把这些罪行减低到只剩下，比如讲谋杀，然后在这个过程就是定罪之后，我们要刑罚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要设立这个司法制度，讲说死刑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啊。如果他是这个最严重罪行，然后什么，也一定要跟得上这个国际的这个人权的准则。对我来说，当然是全面废除死刑，这是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了解。那最后的最后，我想问的就是说，现在比较大的阻力呢，其实是来自政府内部，还是说是来自民众呢？因为感觉上很像政府现在是蛮有这个政治意愿要去推动，那是不是比较大的阻力是来自这个就是其实社会大众？很多人讲说废除死刑就是要看群众的意愿，然后又有人说要看这个政治意愿。其实我是觉得政治意愿是很重要的啦。是因为很多这个 public opinion 它其实是会转的。你如果问，就看政府怎么去宣导，对不对？怎么去宣导？然后其实很多人他会是中间的。有一部分的人可能觉得死刑一定要保留，有一部分的人好像我们这样子是觉得死刑应该全面被废除。但是其实有很多在中间的，他们会觉得有一些案子应该，有一些不应该，有一些罪行应该，有一些罪行不应该，所以它不会是一个很定型的，它是走动的。所以你问 public opinion 的时候，实际你怎么问那些问题，都会影响这个 public opinion 的最终结果。所以我觉得，如果政治人物要用 public opinion 来决定他们推不推动废除死刑的话，很难。在英国，78%以上的人同意死刑的状况下，他们还是废除了死刑。所以我觉得政治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否定说，我们必须要继续的跟社会大众这个交流对谈去沟通。是没错。对，很多时候呢，其实姚律师我都觉得说，我们真的只得靠自己啊。因为其实对政府来说，他就是或者对政治人物来说，他可能要顾及他的选票嘛，所以他可能是认为说这个 public opinion 非常重要。但是政治人物也不要忘记了，你是有影响力的，你是可以去跟大家沟通，也可以去影响民众的。我觉得政治人物真的要鼓起勇气来做对的事情。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姚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如果这个废死以后还有新的进展的话，我们再请你回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好，谢谢姚律师，谢谢你，谢谢 BFM。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 BFM 财经的所有影片。自由时事，自由聊时事，让你做出正确决策。